在健身行业里，一般把跑步、自行车、游泳等称为叫有氧运动，但是英语里的有氧运动叫做 cardio， 这个词本身和氧气无关，而是希腊语心脏 cardia 的转写啊。有个珠宝牌子卡地亚 cardia 就来自于这个词儿，因为希腊语同属印欧语系嘛，它和英语那个 heart、拉丁语那个 core 和梵语的姓 hardia 都同源啊。比如心经就叫 hardia sutra， 血液里的红细胞呢是运送氧气的载体，心脏可以看成是血液的泵，所以 cardio 才能描述有氧运动。那最近张雪峰的新闻呢，在我脑子里竟然蹦出来的是个这玩意儿，我也算是入了化境，吃了个人血馒头了。这某种意义来说啊，也确实是张老师所说新闻传播学的一个原罪了，包括我在内，同样是带着这个原罪的一份子。没错，在我看来，传播学这东西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宗教特质。就比如基督教真正的缔造者，在我看来，并非是很多人熟知的耶稣哈，而是一个叫做圣保罗的人物。因为基督教的前身呢，本来是犹太人的犹太教嘛，他们是推崇一个叫唯一神，然后宣传出人类的苦难都来源于祖先妄图独立于神、对抗神所引来的天罚。那这个教派呢，本来只是在以色列一带犹太人内部小规模传播，结果到了2000年前，有个犹太小伙耶稣，他号称自己是唯一神的儿子，甚至化身跑到了人间来拯救大众来了。那很快就被犹太人祭司联合当时统治犹太人的罗马政府当成搞事给处死了，不难理解。在很多人看来，就你还神之子呢，这么轻松就被弄死了，谁信你这玩意儿啊？结果当年有一个参与过处理耶稣案件的犹太贵族保罗，却在这个普通的事件里面发现了一个大机会。他声称啊，自己在一些神迹里面认清了耶稣确实是神之子。那人家说你神之子怎么死得这么憋屈呢？保罗表示啊，你们都不懂，那是因为耶稣太爱大家了，人家本来作为神之子来拯救世人的，但是愚钝的大家却看不出来他，所以耶稣就决定啊，我自己作为神之子这么神圣的身份，用自己的死去代偿掉所有人身上的罪，包括那个捅死他的人、钉死的十字架，那都是圣物，那都是他自愿用来拯救大家的工具。如果你们相信耶稣的死这件事是来救世的，那么你们什么人都能得救。以前犹太教那些厚厚的条条框框仪式律法都不如你相信耶稣用血去救赎这件事重要。信的人就等于直接重新被神原谅了，等着上天堂；不信的人等到你死了或者末日审判的时候自求多福吧。保罗呢就把这个体系通过一系列书信的形式编撰成了集合。在他看来啊，过去犹太的那些律法经书属于和神的旧约，而自己这个耶稣代偿的体系属于和神的新约。自此呢，他就带着这个思想跑到了犹太人之外的罗马帝国其他区域去传播。一开始呢，管它叫拿撒勒犹太教，这耶稣经常活跃的地方哈。后来呢，就用犹太人的一种贵族礼仪叫受膏的希腊语 Christos 命名。这 Christos 和奶油那 crab 同源啊，油膏的意思。这个音译过来就是基督教了。没想到短短几十年，从小亚细亚希腊到意大利，就出现了数十万的基督教信众。因为这东西怎么能传播这么快呢？首先，基督教的传播它不同于晦涩的旧约，它就是通过各种什么福音书啊、书信等媒介，里面全是一些绘声绘色的小故事啊，讲述耶稣的神迹，还卖点关子，什么穷苦人的得救啊、坏人的惩罚，而且他告诉你受救赎你不需要付出太多辛苦，只要相信耶稣代偿你就得救了，门槛非常低。其次，保罗他们建立了被称为教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它有种树状结构，它是层层发展下线，你传播的越广，拉入伙的信众越多，你在教会的地位就越高。教会的各个总会、分会会定期的聚集，一起倾诉。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本质上它是在兜售救赎这样的一个产品，这种产品其实终身难以兑现的。那如果你信仰没那么坚定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你着急兑现这些教友们倾诉的神迹，又会增强你的期待和信心。发现没？现在的传销比起当年的保罗那实在是地中地了。所以基督教最早的受众大多都是穷人啊、寡妇、孤儿、奴隶以及被社会排斥的这个边缘人。在这种悬殊阶级差距下，他们的人生看不到什么希望。这个时候一个人过来说，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都是无法得救的蠢蛋，只要你相信了代偿，并且把这个小故事和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你就能兑现来生更多的荣耀。那对于他们来说，这可能是唯一能抓住的稻草了。而作为边缘化的群体，它出现这种教会组织，一群兄弟姐妹，它可以平等的互诉衷肠，满足这个群体的主体性。所以罗马教廷虽然用暴力手段处理他们，反而却越杀越多。在他们看来，耶稣都能用死来代偿，你杀了我们，这不反而给我们加功德了吗？所以靠着这个系统啊，基督教的4、5世纪就已经覆盖了罗马绝大部分的民众了，以至于皇帝君士坦丁一纸米兰敕令就合法了基督教。后来内忧外患下，日渐恐惧仇杀的罗马上层贵族们也全部都接纳了这个宗教。最后皇帝狄奥多西还规定基督教成为了国教，欧洲的这个基督化才正式形成。那我想这么多是要说啥呢？那就是传播是否成功和这个事儿有没有证据，对不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而是它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精神上都有3个重要的死穴，那就是优越感、恐惧感和孤独感。如果一种理念的传播能满足一个人的优越感，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选中的人，是一个觉醒者，给他一个确定的救赎，这样就能对未来有所期许，解脱了恐惧感。那么说了，毕竟你先选择了坚信，却看不到什么证据嘛，那么建立了一个社群组织，让共识者在里面共振、讨论、安慰，就能更加印证、加深信仰。一切不符合自己信仰的人都被排视为敌人、异端。同时讨论这个过程，又是缓解自己边缘性、增强主体性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理念的传播就将会无往不胜，它也更是困苦生活的代偿。所以，即便后来基于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兴起，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仿佛又让社会不断进步，看起来传统的宗教已经逐渐式微了。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你要看理性主义本身其实它极依托于逻辑、符号、实证这一套系统。它比起宗教叙事的那种终极救赎，以及那种一看就懂、完全闭环自洽且不可证伪、没有门槛的小故事，理性主义天然就不具备传播性。那科学更是一种依托于理性主义、依赖于归纳实践的方法论，它从来也无法回答我存在的意义、世界的终极，以及那些我们本身优越、恐惧、孤独的根本问题。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虽然让社会进步，但是该有的贫富差距反而在很多地区是不减反增的。甚至资本本身就类似于传播，它不见得会往对的地方去，但它一定会往能让自己无限增值的地方去，都是在讲着自己的故事，许诺自己的未来，构建自己的敌人。只不过资本可能更偏重物质的积累，传播更偏重精神的控制。那这俩时而对冲，时而合体，真是一对笑面虎，两头五角杀了。所以即便进入到了现代，只要金融出现大规模的危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类那种对于宗教信仰的本能需求就会结合传播资本的原理变得更多更杂，也更无孔不入。所以看到所有的什么左右、自由、保守、激进等等的理念冲突啊，各种大帽子啊，未必都是政治问题，更不是什么学术问题，
而是在传播学逻辑覆盖下，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矛盾被简化成了一个个自洽的故事、简单的口号和符号，给那些没有安全感、获得感的人们进行了一个主体性确认的精神食粮，形成他们对自己的一个标签和壁垒。所以比起社会的发展啊，人民的幸福，每一个传播的符号啊，它只是在本能的寻找自己基本的受众，然后寄生在他们身上，灌输给他们一个叙事模型，然后让它增值给灰色中间地带。所以你会发现，所谓的科普也好，知识传播也罢，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概念。怎么说？你如果想讨论知识，那本质上就需要经过大量的定量数据归纳、控制、变量，也需要通过文献批判进行定性分析。这些过程本身就很反本能，走窄门，挑战自己的舒适性，和依赖于造符号、讲故事、扣帽子、迎合大家舒适的传播学的本身就是对冲的。所以文史理工各领域在传播媒介里面，这种掐头去尾、三分真七分假，甚至直接胡编乱造，把相当复杂的社会矛盾搞成一个个简单的阴谋故事，构建出一个恶魔，树立一个救世主的这些叙事，它总是野火烧不尽的。而专家学者他难以参与到相关辟谣，即便辟谣，他们的长篇大论也难以获得流量，即便有了点流量，在辟谣者看来，他们也等于动用了自己刚确定的主体叙事的根基，动摇了赖以生存的安全感，动摇了信仰的坚定。那他们辟谣的行为本身就被看作是阴谋的一部分，对自己伤害不亚于捅刀子，所以才会被扣上各种帽子谩骂。是的，面对复杂多变而残酷的世界，我们本能的希望能寻找到一些确定性，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努力的寻找符号、偶像，投射我们心底所要，实际上却不知道我们只是传播链条里的一个下线和上线罢了。我们自以为的觉醒，无非是始作俑者精心编织的传播产品罢了。所以，就算张雪峰老师他认为新闻传播学应该慎重填报，但张老师本身的成功是极其依赖于传播学的逻辑。焦虑的家长学子们需要张老师给他们确定感和安全感。但反过来讲，张老师自己本科的给排水专业和他本身的事业也并无任何关系。张老师自己的人生本身也是不确定的。然而我绝非是批评张老师啊，反而我非常赞同。我的专业工业设计和我现在讲的东西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我讲述的大多数内容基本上不超过中学阶段的常识。所以面对问我什么知识面好广，你怎么懂这么多？学什么专业的？是不是有个团队的留言？我第一反应除了想说，或许不是我懂得多，可能是大家懂得太少。但是我其实更想跟大家说的是，那些真正专业的内容，正是因为不具备传播性，大家根本看不到，只是看到了我而已。我的内容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所谓的团队。要说唯一辛苦的就是处心积虑的思考，我要做什么减法，玩什么样的梗，才能让内容流量更高而已。所以既然我们所有传播工作者都带有挑动流量、利用流量获利的原罪，那最起码也可以像张老师一样，我不是非得试图刨这种虚空锁力、自我麻痹的精神鸦片，而是能把他看到的社会现实和遇到的矛盾冲突实在的分享给大家。但即便如此啊，我们这些人呢，一旦获得了一些流量，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同时，面对于这些声音，无论是否恶意，我们也会变得敏感、焦虑和愤怒。这些东西叠加了工作的重压，不断的学习舆情的变换中，会持续损耗着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这一年来，我开始经常的反思，在我面对一些阴谋论、反制极端的，甚至对我人身攻击、造谣的言论的时候，我有没有放下我的优越感？不是非得批评、讽刺，而是从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的思考，他们为何坚信这一切？他们是否不过是用这些精神符号给自己代偿一些人人都需要也应该有的救赎，人人都需要应该有的主体性罢了？哪怕那些觉醒啦、对上了是假的，那这些对于大家是否也是唯一的耶稣长矛十字呢？我作为传播链条上的一环，是否本来也是那些片面煽动的节点，简化了更深刻的矛盾，而忽略了很多人的心理诉求呢？但是我们只要知道，传播学链条面对无比混沌的世界带给大家的救赎，往往是刻舟求剑，甚至是因信称义。希望当屠龙勇士不难，幻想有王图霸业也不难，而踏踏实实的承认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对于每个人都是难上加难。我们那些投射的任何人和符号的安全感，终究比不上在世界里用自己的血肉感受万物的变化。只要你还好好活着，你的每一天就是绝对属于自己的确定性。只要你还在呼吸，心脏还在跳动，你就是属于你的全世界。我和大家共勉。